国上周，哇，漂亮！中国目前泰拳风格最多，漂亮 ！KO。现在我想跨级别跟波球来一场挑战赛。拳法能 KO， 腿法能 KO， 膝法也能 KO， 这就是世界第一邱建良的实力。他强悍实力早已得到了全民的公认。作为中国搏击首个世界第一高手，邱建良无疑是中国搏击的一个里程碑，是中国搏击的一面旗帜和代表性人物。他擅长传统武术结合自由搏击打法，拳、腿、膝全面，喜欢用脑子打拳。胆敢来中国挑战的嚣张老外，无一例外都被他挑落马下。就让我们查案点赞3秒，一起来看看邱建良的精彩表现吧。邱建良对阵肯姆，来自泰国的国宝级拳王，他曾获得迦南龙拳场冠军、S1皇后杯冠军、WMC 世界冠军、WBC 泰拳世界冠军、MTA 泰拳世界冠军、泰国154磅泰拳冠军等称号，是国际上公认的泰拳王，且对华保持不败。其实肯姆也背负了要为比赛铃声敲响，两位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世界高手没有任何的试探，直接开战。邱建良号称泰拳王收割机，而肯姆拥有对华不败的战绩，这必然是一场火星撞地球般的对决。希望能跟邱建良有一场对攻。是这场比赛呢是来的稍微比往年晚了一些啊。是。那么本场比赛呢，邱建良目前像我们这个万明洋的 CEO， 我们的这个勇士系列赛的赛事总监郭振东先生所说的是2个排行，一个 Press Combat 目前是给到邱建良是世界第3，那 Liver Kick 给到了第2。其实这个都不重要，邱建良马上要挑战目前的公认第1考菲尔泰斯。这个听起来还是我们在17年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。是的。邱建良是一个很擅长用脑子打比赛的选手，擅长切线性的进攻，也就是从他的角度画一个三角形呢，擅长绕着这个三角形的2个边对对方进行切线式的打法。是，所以说呢，这个邱建良啊，一直是大家非常喜欢。除了我们熟悉的这种坦克的这种欧式打法之外啊，更多的是他在场上是一个非常会用脑子打拳的这样一个选手。没错。作为 Kim， 我们看到这个 Kim 的技巧呢，一直都是这种朴实无华的这种技巧，但是非常的有效率。他曾经赢过花招拳王单猜 ，PK 过肖沙口，而且2胜过巴迪奥平坦，还胜到在我们的荣耀比赛中呢胜了小虎，还赢过胡亚飞啊。那么邱建良呢，也是用了4年的时间，是把自己的水平提升到了一个世界高度。这场比赛呢，对于2位来说呢，都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，尤其对于他们来说，刚才其实在短片当中，肯姆的招式虽然看起来朴实无华，但其杀伤力让人不敢小觑。邱建良的招式则是灵活多变，让肯姆无处琢磨，有点招架不住的感觉。在2人的近身交锋当中，邱建良一记勾拳，狠狠地击中了肯姆的肋部，当时就已经造成了不小的伤害。在2人分开的时候，邱建良突然一记惊绝的神龙摆尾，再一次踹中了肯姆的肋部位置，肯姆再也承受不了，直挺挺倒地。邱建良以 KO 的方式获胜。邱建良对阵苏萨控，苏萨控同样是一位来自泰国的泰拳王，而且他还是肯姆的师兄。这一次来到中国点名要打邱建良，只为自己的师弟一雪前耻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我们现在看到这场比赛呢，是一场羽量级的排位赛，来自大东祥的邱建良对阵来自燃龙俱乐部的苏萨控。我是评论员王腾霄，今天和我搭档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著名的评论员，巴西柔术推广人王彦博老师。我们看到邱建良也是这个级别中国自由搏击排名最高的选手，是目前排在世界第2。邱建良一直想挑战的是目前世界第1的这个考菲尔泰斯，但是目前考菲尔泰斯一直没有应战。对，现在很多人都想挑战邱建良，以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排名啊。这场比赛呢，对于我们来说呢，应该也有着很多的期待啊。比赛铃声敲响后，2人未经试探直接开战。苏萨控利用腿法主动进攻，低扫、高扫接连不断。邱建良在防守中反击，一个出其不意的飞膝，将苏萨控击倒并被读秒。膝盖真利索啊，非常的突然啊。发力果决，打击精准有效。邱建良是一个很擅长思辨的选手，又要进入内围了。我们看，
后吃前摆，对方扫一个，两两大波上钩平钩，平钩顶气。比赛重启后，邱建良进入内围，拳、腿、膝并用，强悍的进攻将苏萨控压制在围绳边，为大家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的进攻。踢一下腿，平钩。我觉得要在这样的对攻下，泰拳手是不太擅长的。如果没有连吸的情况下，完全的是遏制住了对手，就贴近距离，跳膝，漂亮。对方的后手拳也跟着打虎拉踹，打虎控一下平钩，要发力了，转身的边拳，转身边拳漂亮。哇，这个真是行云流水啊！这个打法，教科书式的打法，很漂亮。看来邱建良也做好了应对任何选手的准备。对，苏萨控在前面的比赛中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，战胜了不少中国选手。目前在 GOH 我们的 Glory of Heroes 的比赛里面是1战1胜啊。平钩上钩，邱建良很漂亮，这种变现的打法是。这个让对手呢根本没有办法去适应或者是预判，而且我觉得是专门针对了泰拳的这种屈臂防守，对，是从你屈臂的这个空间里钻进去的拳法，这属于扼住了对手的这个脉门的这样一个位置，是让你非常的难受。邱建良本人是这个泰拳出身的选手，对，他也是中国这个泰拳，中国式泰拳的这种前面的探索者。我们看他也找到了一套这个针对这个泰式泰拳的一套方式。对，邱建良在第一回合当中这个打法呢，可以让很多的这个选手在对阵泰国选手的时候拿来作为借鉴的方式。我们看直接进入近距离。好，第2回合的比赛开始。啊，又进到超近距离哦，这个平钩拳邱建良中了，左平钩右扫。哦，苏萨控是要跟邱建良打中近了，是。两个人连续的打斧，这属于勇士之间的对战了，绝对是。漂亮！左右平钩上钩，跳膝。苏萨控现在是饿了一口气啊，要跟邱建良争高低。对，膝，推开，再顶，再顶。邱建良平钩，对方后直。邱建良出来了。哦，挂踢啊，动作非常的舒展。这个我一直找不到这个技法的这个相应的形容词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后，邱建良转被动为主动，控制比赛节奏。苏萨控随即转换战术与邱建良拼拳。虽然他拼尽全力输出，但因为受到几记重拳，处于劣势状态。哦，这个是在对方倒下的瞬间击的啊。对。这个呀，要求运动员在场上必须有清晰的头脑和急速的判断。上钩，刚才如果不是抱在一起，对方就有可能倒地了。邱建良确实在场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运动员。苏萨控的回复能力也很好。是，看刚才那个上钩拳很重的。而且这第2回合上来之后，苏萨控的这个很明显也要用这种方式和邱建良对攻，这也是选手的一种这个精神啊。对，也很提倡这样的一种精神。双手箍颈是不允许的，搂抱也是不允许的。打佛挡上钩，漂亮。苏萨控的又中了2下。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是非常热情的，在为邱建良加油。顶膝，推开，前刺，又传一个。这2位的比赛就变得特别好看了。后手，苏萨控连吸了。哦，上钩打到了，邱建良刚才中了一个上钩。邱建良还是要把架子抱稳。是这个
在这个放松的同时，也要保持警。进攻效率不如邱建良。就在比赛临近尾声时，邱建良抓住时机使出转身后摆，一招 KO 苏萨控。邱建良再次以 KO 的方式获胜。邱建良这招就在于来得非常突然，而且做到了稳、准、狠，对手根本没有反应时间，就已经瘫软在地。邱建良对阵纳荣邦辰，纳荣邦辰获得过 WBC 洲际金腰带、WBC 国际金腰带，在泰国该级别排名第3，实力非常强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期待着这场邱建良的跨界之战，对战纳荣邦辰的拳击比赛现在正式开始。我是评论员王腾霄，我的搭档是著名的评论员王彦博老师。我们来看一下邱建良的这场拳击首秀，他的对手纳荣邦辰在最近的比赛中还处在一个失败的状态。在赛前询问邱建良，邱建良说这样其实反而更不好打，因为选手没人想要连负。对，找了一个时间差，邱建良一直在移动，前刺，再一次，但是都没有打到。哦，纳荣邦辰的摇臂做的非常的老道啊，对，移动并不多，恰好躲开你的拳。拳击是以动作小而著称的，这个细节这个格斗术是。所以说，对于2位选手来说呢，其实场上都需要适应。刚才呢，这个我们的主持人郭声先生也说到了，纳荣邦辰也得适应一下这个6。比赛铃声敲响后，邱建良打得较为谨慎，他并没有选择与纳荣邦辰正面冲突，最多便是步伐上的移动，拳法出的也很是小心。但是他每次组合拳的连贯性都非常强，而且爆发力十足，多次将纳荣邦辰的身子打晃。这惊人的拳法杀伤力让人眼前一亮，这让人很难相信，这竟然是邱建良跨界拳击作战。这个8回合之后，这个一漂亮，纳荣邦辰有点站不住了，是有点懵。邱建良有机会，而且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，邱建良本身他是这个脚下的步伐和进攻线路非常灵活诡异的样子。2个人赌了一下重击。对，说打拳击的话呢，也有优势在。这个4回合的比赛，我觉得对于纳荣邦辰来说，没有太多的这个拳击经验和战术可用。因为回合数比较少。邱建良的进攻数现在占优。漂亮，漂亮。在赛前呢，邱建良说自己会担心，2个人如果对攻特别激烈的情况下，可能会出腿。对，我刚才也在想说，现在我其实最担心的是，我都替邱建良捏着一把汗，就害怕这个，就有时候这个本能啊，这个训练习惯、应激反应。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害怕他出现违规动作。对，所以说我说对于邱建良来说，其他的我们都可以先放一边，最重要的是这个规则。规则，这是训练习惯的问题。没错。这个大家举一个例子，尤其是戴眼镜的朋友，你知道，有时候你不戴眼镜的时候，你也会去推眼镜啊，不自觉的动作。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啊？今天我看这个邱建良和赵教练都分别选择了全新的金色战靴啊，这个看看是不是能够给他们带来这个好的这个兆头。对。纳荣邦辰开始转变节奏了，开始打邱建良的腹部了，想要把邱建良的重心压下来。对。漂亮，前后手。纳荣邦辰脚步有点追不上邱建良，所以打他身体，把他定住，然后再去输出。纳荣邦辰非常有经验啊，对，这是他的一个很聪明的选择和打法。邱建良做的这个快拳还是很不错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后，邱建良在进攻上加强了节奏，直接和纳荣邦辰展开火拼。然而让人意外的是，纳荣邦辰这位声名远扬的泰拳王，似乎完全不是邱建良的对手，一度被打得有些狼狈。而且其实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，邱建良在赛前也是做了很多的大量的工作。对，尤其是其实刚才我们就是一直在提到的，就是关于他的这个习惯的这个训练，在平时训练当中呢，已经就坚决不用腿。
而拳法作为格斗术里边最重要也是最需求、最基础的技法呢，其实很难练。对，这个很难练。看到平勾，漂亮，又2次，纳尔邦辰后退了，站不住了，有一些晃。哇，邱建良这次的拳击赛给我们带来了挺多的这个精彩的部分。对，哎，相对于纳尔邦辰的沉稳，邱建良的这个突发的能力非常的好。这个还是要有赖于邱建良扎实的这个功底。哎。尽管这是邱建良的跨界作战，但他依旧表现出了老辣的状态。每次打完组合拳后，回防速度特别迅速，基本上没有出现掉手之类的行为。其拳法的技术细节令人赞叹，这就是世界第一的实力啊！虽然有2次被打的有一些摇晃，但是很快就找到了状态，并且把状态前压。是，虽然说这个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但是纳尔邦辰在巅峰时期，在整个亚洲啊都是这个睥睨群雄的。上空没打断了一拳，是。好，现在呢进入到了第3回合，这也是常规4回合比赛里边最重要的发力局吧？是，2、3回合是最重要的发力局。当然，如果你的体能足够好，你可以连续发4个回合的力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后，邱建良展开了全面进攻。此时的纳荣邦辰明显有些顶不住了，被打得频频后撤，模样狼狈。状态也是相对对比较松弛，是很可怕。对这个呢，还是一个老将啊，他所头肩中了啊，是，就是因为丰富的比赛经验啊，这个来决定场上的这种心态和状态。打得多了，这种你要让他抓到一个机会啊，他非常晃了，5秒了，5秒了。感觉还没有缓过来，对，没有缓过来，对，强行的在调整，好一些，打活上勾，哇，漂亮，又一次读秒。因为是职业拳击规则的话是没有这个累计回合几次的，是一直到拳手或者裁判认为无法比赛。是在邱建良猛烈的拳法攻势下，纳荣邦辰接连被击倒，裁判见其已经无力继续作战，随即叫停了比赛。邱建良再次以 KO 的方式获胜。毫无疑问，邱建良的这场拳击跨界之战赢得十分精彩。邱建良认为最大的对手永远是自己，因此接连跨界拳击、综合格斗就是为了不断挑战。大家喜不喜欢邱建良这位选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3连再走呗。